袭击，转身漂亮，后手，又一次，哇，直接击倒了。2018年7月28日，勇士的荣耀上海站，邱建良升级别挑战伊萨查迪。这也是邱建良首次在勇士的荣耀上升重打次重量级67公斤级比赛。说起中国的邱建良，想必大家并不会陌生。在搏击比赛中擅长用脑子打比赛的一位中国名将，无论是实际的把控还是对比赛宏观局面的掌控，在国内运动员中是数一数二的。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绝技大概就是他的腿法神龙摆尾，这一招被邱建良运用的可谓是得心应手了。本场比赛，邱建良的原定对手是 Glory 羽量级排名第2的乌克兰悍将希尔西·阿达姆查克，不过对手临阵退出，这才改由伊萨查迪替补登场。如果你以为伊萨查迪是个小怪的话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伊萨查迪身高185厘米，职业战绩30战27胜25次 KO， 终结能力惊人，曾获得2013年摩洛哥自由搏击冠军，2015年 WKU 西班牙冠军。早在2016年，伊萨就登上荣耀擂台参加次中量级4人战。半决赛中，伊萨3回合轻松战胜对手，决赛更是打得干净利落，首回合便飞系 TKO 对手，获得次轻量级4人战冠军。突然得知对阵邱建良，伊萨也是十分兴奋，毕竟能和世界第1交手，那输了比赛也没人会说什么。但如果赢了的话，那可就是一战成名了。赛前也是信心十足，声称一定会 KO 掉邱建良。那么邱建良又会如何应对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比赛刚一开始，邱建良中段扫踢先发制人，面对身高臂长都占据优势的伊萨，邱建良打得积极主动，在伊萨出腿的瞬间，一个低位的扫踢破坏重心，让伊萨一个屁股墩坐在了地上。虽然不是有效击打，但是有利于消减对手的士气。因为是突然变更对手，邱建良也来不及研究伊萨的套路，只能且战且看，双手死死防住头部，不给伊萨拳法进攻的机会。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，让很多的对手啊，真是非常的头疼。再加上现在两人互换了一波拳头，都有效地击中了对方。可以看到邱建良被打得后退了几步，看来对手拳头还是非常重的。邱建良也是立马还了对手一个转身后摆，但是由于两人之间距离太远，并没有命中伊萨。不甘心的邱建良又是一个转身后摆，伊萨闪避也很及时，这就是身高优势带来的好处。轻轻一退就能逃出对手的进攻范围。为大家介绍过，身高臂展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查迪啊，攻击的范围和力量都很足。伊萨一个高鞭腿，邱建良立马就是低扫对手的重心。伊萨一个踉跄险些摔倒，邱建良抓住机会发起了一波拳法进攻。伊萨被打得频频后撤，29战27胜2负2。邱建良又是一个神龙摆尾，但是落空了。面对身材高大的伊萨，距离确实不好把控。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，对，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，那可是。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给邱建良加油的声音。伊萨中段扫进攻，邱建良低扫破坏重心，这应对方式不得不说很聪明。只要你敢进攻，我就扫腿破坏你的节奏。虽然不得分，但是摔也要摔懵你，是要小心。因为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伊萨朝着邱建良就是一顿拳法攻势，臂展吃亏的邱建良明显不会硬扛，又是一个低位的扫踢破坏重心。伊萨再次被扫倒跪在地上。为什么他总是倒在地上？因为他每一拳都是把自己身体终于抡出去的这种拳。邱建良也是越打越顺手，不断的闪身逼近对手，轻松躲过伊萨一个高扫之后，紧接着来了一波近身输出，这显然是伊萨没有想到的，只能选择抱住邱建良阻挡其攻势。转身后身，好的。比赛接近尾声，邱建良也是来了一波凶狠的进攻，伊萨频繁的搂抱，这也彻底激怒了邱建良，直接将他甩出了擂台。把对手，对这个。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啊，看到对手进攻很猛，所以主动选择去缠棒。对，就这样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。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双方没有任何试探，直接开战。邱建良低扫破坏对手重心的同时，一个后手重拳狠狠击中了伊萨，紧接着又是一个神龙摆尾，打得伊萨退出几米远。哇，邱建良的这个转身的回旋踢啊，是非常的炫酷。对。这个比赛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赏心悦目的。邱建良正准备乘胜追击，伊萨突然一个极其隐蔽的袭击，结结实实命中了邱建良的面门。
邱建良立马抱住对方，并且采用游走来给自己争取恢复时间。这一击实在太危险了，还好邱建良抗击打足够顽强，这才没有被对手 KO。恢复一下，你看，对，现在看到的是邱建良他熟悉和擅长的运用脚步和步伐的距离的变化。刚才其实我还在想做一个比喻，就是说伊萨查迪如果说他这个进攻的非常的犀利的话呢，他这个可以说在场上是用霸王龙来形容，而邱建良在场。缓过劲儿来的邱建良也展开了自己的攻势，在面对伊萨搂抱的时候，邱建良也是火了，直接用重拳回应，打开了对手的搂抱。裁判提醒不要缠抱，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。面对火力全开的邱建良，伊萨似乎怕了，不断的后退。邱建良抓住机会，在对手抬腿的瞬间将其击倒，实在是太漂亮了，伊萨估计都摔傻了。因为邱建良一直是在换对手，从谢尔西到沙玉郎到最后的伊萨，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，对于备战来说制定战术是一个问题。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，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一顿拳法攻势，再突然一个神龙摆尾，伊萨直接被邱建良击倒了，裁判直接给他读秒，但他还是非常的不服气，边骂边说是场地太滑了，自己根本没被击倒，不应该被读秒。但是我相信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伊萨确确实实是被击倒了。邱建良本想乘胜追击，但是又被伊萨一个高位顶膝击中面门，看得让人心惊啊！但对邱建良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，对着伊萨就是一顿凶狠的追击，打得他十分的狼狈。看邱建良的灵活的脚步的变化，身位的变化，好的跳摆，转身，哦，两个人打得太漂亮了。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，邱建良又是一个低位的扫腿，将伊萨扫倒了。估计他也十分的郁闷，回去之后要好好检查一下屁股，是不是被邱建良打开花了，踢了这个支撑腿。而且这回合两个人都非常乐意于用这种转身的这种动作，从视觉画面上，还是现场观看上，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。对，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。两人换正蹬。对，说实话，这个残暴他已经是吃了好几次亏了。对，被邱建良。哦，邱建良直接扫中断对手连续的左右摆拳。中扫，邱建良这个护头的这一下还是非常的机敏。是，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。高扫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深知自己不占优势的伊萨进攻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，疯狂朝着邱建良进攻，但大多数进攻都被邱建良躲掉了。时候呢，有很多的这种动作，包括眼神去迷惑对方。伊萨呢抱怨几句，但是你去缠抱对手，对手来打你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伊萨因为频繁的搂抱，裁判也终于看不下去了，给了他一个警告。要缠抱，后手，高扫，将擦过，漂亮！左右。比赛继续进行，邱建良上来就是一波进攻，伊萨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但好在自己抗击打也足够强悍。邱建良步步紧逼，将伊萨压制在身边，紧接着一顿凌厉的拳法攻势，伊萨也是被打得有点懵了，难以做出有效的防守动作，成为了活靶子。所以说，你也不用觉得伊萨狼狈，因为他面对的是谁呢？是世界第一邱建良。对，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别，但是依旧打得非常的有霸气。刚才上勾打中，伊萨眼神一度有所涣散。是。邱建良又是一个低扫重心，伊萨也是被扫倒了。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的体力被消耗太多了，已经失去继续作战的勇气了。这扫了之后，有点已经站不起来了。对，这个是有这个积累的伤害的。漂亮！在邱建良猛烈的拳法攻势之下，伊萨的腿开始发软，再次被击倒读秒。平勾，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，站立，好，勉强站起来，继续。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把对手挤到了绳脚边。好的，还在往里猛攻，连续的前比赛要反击，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。
比赛接近尾声，邱建良一波凶猛的拳法进攻，将伊萨堵在绳角狂揍，打得他也是彻底没了脾气。之前我们说他是4人赛之王，这场比赛果然看出了他这个非常顽强的这种对抗的精神。再来踢直伸腿，后手，又一次被击倒。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，所以没有读秒。是，但是伊萨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腿啊，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，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。最终3回合打完，邱建良毫无争议获胜。那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。